他为什么要骗我？我真笨，竟然一再相信你的谎言。我真的为了寻找那8000万的下落，才跟他去那里找银行的密码。少跟我装纯情，你要是鲜花，牛都不拉粪了。你去了上海，见了刘总。刘总死了，是被杀的。你想说什么？你该不会以为人是我杀的吧？瑞明已经跟我坦白一切了，包括他失忆之前，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你突然到上海找刘总，肯定跟那笔被挪用的8000万有关。就算是，你也无权过问，因为那些钱是属于我和瑞明的。怎么啦？瑞明没把我告诉他的事也告诉你吗？你不是说他对你坦白了一切吗？那8000万是发生船难前，瑞明为了和我一起私奔所准备的。虽然他现在什么都忘了，可是对我，他还是有感觉的。总有一天，他会记起那8000万，他会记得他有多爱我，会记得和我所有的约定。你死心吧。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走吧，我送你回去。不回去。你怎么了？我是不是很好骗？我的婚姻到底藏了多少的背叛，是被你给忘记的？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忘记。为了掩饰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包括挪用公款的责任，装失忆，不就是最好的逃避吗？如果要逃避，那为什么船难之后不和那个女人远走高飞，还要回来自投罗网？或许8000万根本就不能够填满人心的贪婪。对了，
我上海有个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刘总的命案，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们查出刘总在命案之前来过新加坡，不排除他的命案是跟钱财纠纷有关。那一次，我见过刘总。我给了他一笔钱，让他给你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去解决8000万的问题。无凭无据，你又怎么可以保证刘总他不会反悔呢？他不会，他比我们更担心钱填不回去的后果。只要钱一填回去，他就会马上把借据还给我们。借据？哎，早。早，怎么今天突然要我一起出席董事会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各位董事，今天我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而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沉痛，因为它不只是影响了我们公司的运作，同时也影响了我们李家的诚信。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过，不管是做事做人，我们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生意也是一样。对外，我们要对得起客户；对内，我们要对得起在座的每一位。而这件事情让我失眠了很多个晚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要怎么样向大家交代。可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我的良心告诉我，真相不能再隐瞒下去。因为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权知道，亏空了公司8000万的主谋到底是谁？是谁？你说吧。他就是我们公司的主席李瑞明。你有证据吗？我没有。虽然我没有证据，可是我见过他签下的借据。而这张借据就可以证明李瑞明和刘总曾经私下为了这8000万一事交涉过。没有人喜欢被欺骗，而被骗的感受很难受，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而面对真相和说出真相，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应该坚强的去面对，还是怯懦的逃避？选择权都在我们的手里，对吗？我真笨，竟然一再相信你的谎言。我真的不想这个家散了。那8000万是发生船难前，瑞明为了和我一起私奔所准备的。瑞明没把我告诉他的事也告诉你吗？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各位董事，
你们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李瑞明和刘总签下的借据副本。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否认吗？好一招大义灭亲，再来个借刀杀人，就想把自己的哥哥拉下台。李瑞杰，你真够狠！李瑞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看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交给商业罪案调查局来解决。我不是李瑞明，我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我不记得自己以前做过什么事，更不记得当时我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张借据的。别以为你用失忆作为借口，就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承认，当我一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及时告诉大家，是我的错。但是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直都在想办法把钱填回去，以免事情闹大，影响公司的声誉和股价。我是无心要欺骗大家的，千真万确。你不用再狡辩了。作为主席，私自挪用大笔资金，你早就已经没有资格当我们的主席了。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资格当主席，因为坐在这个位置的人，都是由在座的各位董事经过投票推举出来的。谢谢你们，曾经给我这个机会坐上这个位置。虽然现在对我而言，你们都是陌生人，但是思婷告诉过我，当初公司一度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你们陪着我一起努力，重新打拼，到今天的成绩。那些往事，大家一定还记得吧？是谁和我一起，为了公司茶饭不思，神魂颠倒？是谁和我一起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是你们。师姐始终没有放弃，始终相信我可以东山再起，也是你们。因为你们知道，我李瑞明绝不会让公司垮下。所以我恳求大家再相信我一次，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把这笔钱填回去。我们已经给了你很多时间了，结果呢？好，就算你现在可以把钱填补回去，私信于大家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成为了商业欺诈罪，你已经没有资格当我们的主席了，而且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一切负上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给所有的股东一个交代。他今天算是暂时给我们一个交代了。在公他不惊动大家，是因为害怕影响公司的声誉，损害了董事们的利益。在私，他忘记了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但是诚实的去承担。我们革职了他主席的职务，已经是不得已的决定。但是这钱还是下落不明啊。但是他已经承诺会把这笔钱填回去。万一他只是敷衍我们，这笔资金对公司很重要。难道这件事传出去，对公司的形象就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好，如果大家都支持陈叔叔的说法，那我当然也尊重大家的决定。1个星期后，如果你没有办法把钱填补回去，就不要怪我公事公办。
你还在怪我？我在怪我自己。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利用我，让瑞明下台。你想想，如果是经管局或者是商业调查局知道你有一份亏空公款的证据而知情不报，你就会成为帮凶。不必再解释了。我知道你怪我事先没有跟你商量，可是就算是跟你商量了，你会同意吗？你不会，我太了解你了。没错，你的确很了解我。从我19岁认识你哥的时候，我们的友情已经开始了。我们从好朋友变成亲人，你一直是我最相信的人。不管是开心或者是伤心，我总是把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心事跟你分享。可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真心对待一个人换来的背叛，原来是那么的痛。不是这样子的，你听我解释好。已经不需要了，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有句话说得对，你能伤害的，都是那些愿意相信你的人。谢谢你，让我看清自己是那么的傻。以后别再约我这个傻瓜吃饭喝茶了，因为我会害怕。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为什么有证据也不告诉我？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要跟乔恩私奔的事吗？当乔恩跟我说那个8000万的真正用途以后，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做出那样的事。我知道现在道歉已经太迟了。其实当我开始一天天认识自己以后，连我都痛恨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知道现在我只能努力弥补过去对你的伤害。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到底该怎么做？过去瑞明犯下的错，是不是该由失去记忆的这个瑞明来承担？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李先生，经过评估后，能抵押你手头上的股票，能借贷的总金额是股价的68%，也就是4000万。才4000万，可是我需要8000万，难道没有其他办法？股价波动不定，银行也没办法承担太大的亏损风险。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一个星期的时限，哎呀，怎么这么快？好像就要到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还真是怀疑你到底还是不是我那个意气风发、自信爆棚的哥哥。废话少说，想干什么？4000万，我想大概也就是4000万。以你手头上现在的股票市值，如果抵押给银行套现，加加减减，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目。这样吧，
不要说我不近人情，大家兄弟一场，我开价5000万，把你手头上所有的股份卖给我，再变卖你手头上所有的物业，说不定勉强可以凑够8000万。想把公司独吞？别做梦！哼，你想想，1个星期后筹不到8000万，那可是要坐牢的啊。这不就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吗？啊，你慢慢考虑吧。不过也许明天就不是这个价码了。混蛋！以为冒充的大富豪会享福过好日子，结果换来一屁股债，真是报应。瑞明，公司发生的事我都听说了。王思婷怎么可以在董事会出卖你？这女人实在太卑鄙了。不是他的错，不要怪他。到现在你还在维护他，我在你身边为你做了那么多，谁对你才是真心的？你还看不出吗？对不起。我要的不是抱歉，不是对不起。过去的事，你就当这是一场梦，把它忘了。反正我很快就会一无所有，破产坐牢。你跟着我没有任何好处啊。到现在你还以为我只是在乎你的钱吗？那你就当着我对不起你好了。我现在麻烦的事已经够多了，别再烦我好不好？我之前接近你是为了利用你来找这8000万的下落，你明白吗？我会一直想你，练习平静，到时间宣布我痊愈，只好痛又有爱的勇气。李瑞明，这个女人到底为了你掉了多少眼泪？你明明有个好妻子，却还在外面风流快活，一再伤害这个真心爱你的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混蛋。先生出现，准备向他求证关于他挪用了集团8000万一事，这些家都相信，这消息将会给陈廷地产的股价带来重创。喂，嗨，李先生你好，我是天海日报的记者，可以针对挪用公款的事件做出回应吗？哦，我现在没时间，无可奉告啊。外面有很多记者想要和你做访问，你想办法打发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进来啊！喂，我都说了，别让他们进来，听到没有？
哎，你怎么不听电话呀？哎呀，那些记者也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公司的丑闻这样子被他们一报道，今天股市开盘，股价已经跌到了新低点了。哦，原来是你把消息发给记者的。原本还能套现4000万的股票，现在恐怕只剩下2000万了。你竟然为了打击你大哥，不顾公司的利益，为所欲为，你也太卑鄙了吧！啊，大哥，我可是向你学的呀，你还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公司，挪用公款？这样吧，反正这个消息传开了之后，那些银行也不会借钱给你，倒不如你就以2000万把你手头上所有的股票全卖给我，总好过在你的手上是一文不值啊。你好好的想一想吧，我这是在帮你。这钱要是填不回去，你是知道后果的。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李瑞明，当初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连你亲弟弟都恨不得逼死你？2000万的股票卖了也还不清你亏空的8000万，还要被指控。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些？为什么要替你坐牢？我又不是你李瑞明。2000万，我卖。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张老板，这位就是李氏集团的二公子李瑞杰先生。久仰久仰。江老板你好。这瓶酒啊，是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很不错，试试看。好好好，谢谢。来，哇，江老板，这果然是好酒啊。是这样的，今天我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谈。这个，江老板，你需要资金周转。是啊，我看了报道，听说你们内部好像有些麻烦。小事，很快就解决，到时一切都会回到正轨。做生意嘛，有起有落，我理解。需要多少？2000万。你确定才2000万？2000万对我来说是小数目，最重要的是你肯交我这个朋友，肯跟我一起合作做生意，一切都好谈。江老板，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爽快，合作愉快啊！好。2位李先生，手续办好了，我先走了。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 CEO， 请你马上清空你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即刻离开这里。你笑什么？
拿了2000万离开以后，我又是一个新的自己了，再也不是李瑞明。站着！身为公司前高层，你应该知道，任何被革职要离开的人都必须在保安的监督底下收拾私人物品。你这么做，似乎不太符合规矩吧？给你。慢着！我怎么知道你身上没有藏着公司重要的文件？好，给我收，仔细的收。如果发现他身上有公司重要的文件，马上报警。叔叔，你太过分了！你赶我爹地走还不够，还要当众羞辱他。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妈咪，他是怎么背叛你们一家人的吗？他已经知道错了，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怎么跟你妈咪一样，不分好坏？是我爹地叫我来上班的。今天你赶他走，我跟他一起走。爹地，我是你儿子，我跟你共进退。滚！你们全部都给我滚！原来那个傻傻的阿 boy 是前总裁的儿子哎，早知道以前就不要欺负他。哥，你不要走，你不要丢下我。莎士比亚说过，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加灵敏。看，眼眶含泪，瞎子也是有眼泪的。你的眼泪呢？对不起啊，导演。再来一个。哥，你不要走，你不要丢下我。莎士比亚说过，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看，对白乱七八糟的，不懂你在讲什么。我要的是眼眶含泪，不是眼珠乱转。还有，瞎子的眼神是呆滞的。再来一个。莎士比亚说过，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加灵敏。看，你是瞎子还是聋子啊？都讲了几百遍了。我要的是眼眶含泪，眼神呆滞，不是没有表情。你是呆子啊？对不起，导演。对不起有屁用啊！你到底会不会演戏的？当初是谁瞎了眼，找一个不会演戏的人来演我的戏？是因为他有个当总裁的老爸，可以投资这部电影。可是现在他老爸不行了，自身难保了，还投这个屁呀！你老爸不行了，你比他更不行啊！要不是因为他有钱了，你连站在这里给我骂的机会都没有啊！拉导演，这里冷静点。我告诉你，他演得不好是你没有用，是你不行。什么烂导演拍什么烂电影啊？拍一部死一部，还敢要人投资啊？回家睡觉吧你，不要出来害人。要骂人找别人，这种机会我女儿不想。走啊，我们回家。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怎么不是啊？这些都是你们喜欢吃的。没关系的，那种烂导演的戏，不拍不会有损失的。我不是担心演戏的事，8000万的事怎么办？我听同事说，叔叔用2000万买了公司的股份，还缺6000万，怎么办？万一没钱还，会不会坐牢？要你们为我担心，是我不好。没事的，我会想办法。你有那么多钱吗？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帮你？如果你们真的想帮我，赶快吃饭吧。啊，来吃。
对不起，如果不是李瑞明留下这么大的烂摊子给我，我也不会选择逃走。还没睡啊？你在说废话？什么事啊？过来看看你有什么新发明喽？才怪！有什么事快点说，有屁去外面放。无聊。你有没有发现 Daddy 妈咪最近感情又不好了？他们又分房睡了，怎么可能会好？难道 Daddy 又有别的女人？不会吧？男人。你先别管这个事情，你想想办法，怎么可以让他们和好？制造浪漫。怎么制造啊？这个嘛，就用最老土的办法，看我的。看你的。Daddy， 你让球也让得太明显了吧？真的被你看出来啊！太了解我了吧？不打了，没球感。就这样，你和妹妹以后要多照顾妈咪，知道吗？你们吵架了？没有啊。没有，为什么要我们照顾？你自己不会照顾啊？你们都长大了，照顾妈咪难道不应该吗？是应该。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和妹妹一定要留在妈咪身边。要记住啊，最爱你们的人永远是你们的妈咪。那你呢？我当然也是啊。那你明天有空吗？我是失业的人，当然有空啊。想打球啊？明天是你跟妈咪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你一定不记得了。反正你从来都没有记得过啊。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记住了。那我们明天一家人一起去庆祝 ，OK？ 妈咪 OK 吗？你放心，只要 Daddy 你 OK， 妈咪她一定 OK 的。哦。为什么不 OK？ 就请一天假嘛。现在公司那么多问题，人事部也有变动，我怎么可以贸贸然拿假？可是明天是你和 Daddy 的周年纪念日，每年都有，还不是一样过？今年不一样，今年是 Daddy 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第1个周年纪念日。就算你不给 Daddy 面子，也给我和哥一个面子嘛。自从我懂事以后，你就没有好好跟 Daddy 一起过。以前是 Daddy 不理你，现在轮到你这样。人生有多少个25周年庆呢？难道你们要这样一辈子吗？莎士比亚说过，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所以呢？所以你不要因为 Daddy 以前的错，无视他现在的好。Daddy 昨天为了我，差点跟导演打起架呢。虽然我会失去一个演出的机会，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为什么？我长这么大，这是 Daddy 第一次为了我跟别人发脾气。我以为这种情节只能在演戏的时候才感受得到，原来真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该睡的晚上总睡不着，数着自己每一下心跳，这种煎熬，并不知道。来，你们两个来个知道吧？他扮鬼脸哦。
爹地妈咪，我数1、2、3，你们一起扮鬼脸哦。爹地妈咪也不要扫兴啦，快点！靠近一点啊！1、2、3，对。1、2、3。以为至少记住你的美好，原来更糟。无法把你彻底丢掉，你是我心深处的炸药，这回忆怎么如此？哇 ，Daddy， 好像。哎，没好啊，快了快了，让你闻一下闻一下。你是我心深处的炸药，这威力根本想象不到，冷不防想起你的微笑，脏死了。春天我想逃也逃不掉。我还留着最后的合照，可惜我从今以后，这世上再也没有李瑞明了。你要去哪里？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